偷着跑出来跟我去看小雨，若让魏后知道了，说不定要怎么责罚。好不容易才弄到出宫符，等到下次又不知道是何年何月了。不过就是给永香令白做2套衣服，什么何年何月？葵姑的眼疾，用药这些天可有好转了？大好了，好像突然看阳光都亮了许多，穿针引线别提多顺手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松手！怎么回事？松手！快松手！下去看看。打你了！臭要饭的，快松手！松手！松不松手？哎，别打！哎，是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舌头若不在，岂能说话？人家人好，好。葵姑，他是死了吗？死倒不至于，不过看这个人的样子，真怕是伤得不轻。葵姑，我们把他扶上马车。月儿，这个人满身是血，不能见死不救。抚养小冉的郑伯那里，我记得有伤药。郑伯，我又带了些绣品来。啊，对，这是上次卖绣品得到的钱，你先拿着。用不了这么多，我拿走一些，去补贴云梦台的用度，剩下的留给你。你抚养小冉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要帮我卖绣品，这就见外了。你的针线是绝好的，每次拿到集市上，这个也抢，那个也要，不一会儿就卖光了。那这些东西仍要劳烦郑伯啊。只是有一事要牢记，千万不可说是宫中流出来的。那是当然。月公主大小也是个公主啊，宫中清苦，竟移之于私。多亏了你这用心思补贴。不必多说了，这几个孩子命苦，待我又孝顺贴心，我恨自己只有一双手，贴补不了那么多。姑姑，这个人醒了。月儿，哎，先生是何人？怎么会伤成这样？我这是在哪儿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叫芈月，这是葵姑，这是我的弟弟小冉，这是郑伯。哎，先生，别动。恕在下不能失礼了。不用不用不用客气。先生，我们怎么称呼你啊？在下张仪。张仪。两位令尹朝阳门下的门客。朝阳丢了和氏璧，因为医伤寒酸，应赖我偷盗，百般拷打。谁料到张仪本是个绝世之才，我一块破石头差点丢了性命。和氏璧，就是那个自生泥光，冬如暖炉，夏如冰，能护身辟邪的至宝。你们觉得它是个宝物，在我眼里一文不值。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侯。同为偷盗，却有大小之分与礼数之分。都知道朝阳心胸狭窄，为人多疑，触怒了他就如同找死。何况世人都是先敬罗衫后敬人。张子受了委屈，不如在这里暂时栖身养伤。是啊，我张仪身无分文，
看我们像有钱人吗？不过，先生的衣裳实在过于褴褛，我和葵姑倒是可以为先生做件新衣。一件衣裳难死了张仪呀！我本打算凭着真本事来打天下，如今我清楚了，大争之时，人心险恶，能随机应变，能屈能弯，方有胜算。老天有眼啊，还给我留了一条3寸不烂之舌。凭他，今后我一定说出个天下。说出个天下。姑姑，这个人大约是被打傻了，坏了脑子，所以他才比别人更可怜。月儿，时辰不早了，咱们也该回宫了。好。小冉，这2卷《左氏春秋》留给你看，你要争气，好好读书，知道吗？小冉知道了。郑伯，这位先生就拜托你了。啊，你就放心吧。先生，我和葵姑就先走了。楚国的道路似乎比我们秦国要宽阔些。楚人好乘车，我秦人好骑马。马车行驶的道路自是比驰马之路要宽阔。也是，我们一路行来，看到楚国的马车和我们秦国的马车确实如此甚为不便。如果将来能够统一车轨，从我大秦修一条驰道，横贯魏国，直通楚国，岂不快哉？王兄此言大有深意，这是要一统天下呀。只是眼下，首先要对各国各个击破。他们楚国可以许给别人好处，我们也可以，不就是比谁给的甜头更大吗？可是寡人却是个只爱吃甜头，又不想给好处的人。那王兄如果娶了楚国的嫡公主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只是臣弟担心，万一那嫡公主长相丑不堪，放她在后宫，从此与寡人两不相干。好了，楚离子，你我也许久未动了，如此可放放马力，看你我所乘之马哪个更健俊。王兄若有此幸，臣弟哪敢不从命啊！去！哈！舒妹妹，你看好看吗？嗯。别怕，姐姐，一会儿就好。别怕。公主，公主，公主，你醒醒！月公主怎么办呀？
舒儿，你还疼吗？好多了。禀报微后，舒公主虽说受了伤，但并无大碍。要说舒公主也是有福之人，若不是月公主及时将毒血吸出，再用牛舌头草敷在伤口上解毒，恐怕真要费一番周折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母后，今日亏了月妹妹去取东西，路过后花园，舍命救了舒儿。是啊，奴婢平日看那软鞭也碍眼，谁知今日倒还派上用场了。算芈月对我舒儿有心，以后就让她守在我舒儿身边，也有个照应。珊瑚在，一会儿到我那儿拿几件衣服赏给芈月，看她穿的，哪像个公主，简直就是个野小子。是，母后，月妹妹穿成那样也是迫不得已。她每日擦地、拔草、扫院子，还能穿什么像样的衣服呀？我这么做也是为她好，想让她历练历练。既然擦了那么长时间地，那就不用擦了。玳瑁，让她以后跟着舒公主多学点规矩。是。月儿，姐姐，来。3月后是宫中的祭祀大典，那件用作少司命祭舞的礼服就快做好了。我纠缠母后多日，她才允诺我可以去宫外的织坊看看那件礼服的模样。你与我一同前去，等过几日礼服做好了再看，岂不更好？谁真想看那礼服的模样了？自从被蛇咬了，日日关在屋子里养伤，闷都快闷死了，就想出去透透气。那说起来，织坊仍是无趣。若要透气，还不如去织坊边上的东市，那里稀罕东西可多了。话是这么说，但母后能让我出宫已实属不易，而且她特别叮嘱，说近日郢都不大太平。出什么事了？一些越人故意滋事，越人最记仇了。父王伐越时杀了他们的越王吴江，其遗民四散各地。这2年，他们又出现在郢都，屡屡滋扰生事，很令人头疼。你我哪有那么好的运气？一出门就碰上越人，何况月儿的鞭子也不是吃素的。那就算没有越人作怪，母后派了那么多人跟随，想去东市，恐怕很难。这有何难？只要姐姐让绿萝去准备2身寻常女子的衣裳就行了。让开！快点！哎呀，这是哪位公主啊？这正是，该是狄公主吧？姐姐，我们会在织坊耽搁1、2个时辰，你们就在门外等着吧。是。是，2个还都是美人呢。姐姐，快走！难怪人人都说楚国富庶，这里的确比秦国繁华。车水马龙，人流如织。这里人太多了，摩肩接踵。臣弟还是更喜欢咱们秦国的集市，遵规守纪，慢着点儿，井然有序，哪像这里混乱不堪。说的也是。哎，都来看一看了啊！不过呀，做生意还是人多了好。
哎，说起生意一事，臣弟已为王兄打听到楚国狄公主的确切消息。说来听听。那狄公主名叫芈姝，据说贤淑端庄，是诸国狄公主当中难得的美人啊。看来寡人运气不错。不过这秦楚联姻，还需要相宜之人搭线才能成功。王兄说的是，数年前，我与上官大夫靳尚曾在魏国相遇，也算是旧日好友。此人野心勃勃，又诛求无厌，不妨先用他做庄买卖。大白兔，姑娘，看兔子吧，啊，看着秃了套，是吧？啊，咱们的钱在哪？王兄，你看那边，那边过来的两个女子，倒是很有几分颜色。多东西啊！个子矮些的那个，身上有种女子中少见的英气。高些的那个举止贤淑温柔，该更合王兄的口味吧？这边更好。这什么呀？哎，快！看书简，给我看看。姐姐，你看，这书简上抄录的，我觉得。别怕，老伯身手不错，小丫头身手了得，彼此。谢老伯施之援手，老伯是……老伯是秦国的商人。秦国？秦国很远呢，来楚国干嘛？相亲。啊。这边，你捡起来。好汉急公好义，受小女子一拜。哎，贵人不必多礼。你们两人没有受惊吓吧？没有。哦，那就好。刚才那几个想要杀你们的人，短发纹身，像是越人。你们两个弱女子，怎么会招惹了他们？谁招惹他们了？是他们自己杀上门来的。越人虽然好斗，但从来不随意伤害别人。是我们的先王杀了他们的大王。那也没有道理啊，除非你们是楚国的王族。你受伤了，兄长。没事，区小伤，不算什么。都流血了。我等遭遇无妄之灾，连累先生受伤了，姝儿于心不忍。在下谢过贵人。不必多礼。何人在此自动？姐姐坏了，咱们若不马上赶回脂房，只怕就要被宫里的人发现了。多谢老伯，告辞了。走。恭喜王兄。刚才被越人咬了一口，
喜从何来？王兄没听见那女子自称淑儿，旁边那女子还说到宫里，看来越人追杀他们是有道理的。可是楚宫里公主不少，谁知道她是哪一个？臣弟刚刚跟王兄讲过的，那楚国的嫡公主就叫宜舒。看来王兄中头彩了。今日还好有惊无险，我还是第一次拿菜叶子砸人呢。公主当时若是有半点差池，绿萝可就活不成了。都说了有惊无险了，不必大惊小怪的。这事要是让魏后知道了，绿萝还是活不成。哎呦，放心，此事只有你我月儿知道，你就好好的活着吧。绿萝都快被吓死了，公主却满脸喜气，好像捡了宝贝。你可知何为福兮祸兮？好啦，去给我们烹茶吧。是。哎，姐姐，那老伯的剑法真不错，若不是他挡得快，那越人的刀就落在姐姐头上了。原来秦人之中也有如此慷慨仗义之人，不仅孔武有力，而且风流潇洒。难道姐姐真的喜欢上秦人啦？我只是在说秦人与我们楚人的区别啊。再说了，我们楚人当中也有出色的男子啊，不仅风度翩翩，还玉树临风。就像谁啊？怎么不说了？不像谁？就像黄公子、黄歇那样，如何？那是你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你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何时喜欢过？玉树临风，也不招妹妹喜欢。明明是姐姐喜欢孔武有力、风流潇洒的。死丫头！臣弟之前经常劝大王要打理须发，王兄都懒得理会。今日一个小丫头叫了一声老伯，王兄回来就忙着修剪胡子。你说，寡人真的有那么老吗？王兄一把络腮胡子，威风神武。只是这楚人华而不实，连男人都讲究修饰。大王的须发，在我秦人看来是相貌堂堂，只怕会吓到那些楚国的小丫头们。依寡人看，楚国的男子都缺乏血性，他们不以健壮为美，却以削瘦为美；不以弓马为荣，却以师父为荣；不以军功为尊，却以亲族为尊。将来秦楚开战，楚国必输无疑。禀报大王，何事？刚刚得到探子来报，眼下诸国均派使臣以联姻的名义前往楚国，他们企图在郢都会盟，共同对付我们大秦。真的吗？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大王，来者不善，需多加提防才是。没什么可慌张的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寡人还要多住几日，想办法多得到一些楚国的文化典籍、刺绣、养蚕等书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招揽楚国的英雄贤士，娶到楚国的嫡公主。寡人要布一盘好棋，一步一步的走。这先走哪一个棋子呢？你打算修一下胡子吗？我，臣弟敬谢不敏。屈子，你可知秦王嬴驷已到郢都？是。一边是3月之后，5国使者即将到来，联楚抗秦；
一边是秦王嬴驷已经抵达郢都，要与我大楚联姻。屈子，你看此事当如何是好啊？大王，值此合纵抗秦之际，臣以为大王当即刻将其驱赶出境，向诸国显示大王抗秦的决心。大王，屈子所言万万不可。秦王为求亲而来，愿娶我大楚公主，结姻亲之盟。秦王曾言道，7国当中最强大的国家只有秦国与楚国，秦楚联盟，退可震慑5国，安定城邦；进可并吞5国，平分天下。由此可见，秦王对我大楚心怀友善。秦王来我郢都，若寡人直接将他驱赶，未免有些不讲礼义了。大王，乱世之中，7国争雄，我楚国与秦讲礼义。若有朝一日大王与秦王逆位而处，那秦王未必会和大王讲什么礼义呀。你是在诅咒大王日后会被秦国所擒吗？臣未有此意。然秦王乃虎狼之辈，大王切不可姑息养奸呐。大王，2国交兵不斩来使，更何况楚国和秦国并未闹翻。5国推举大王为合纵长，那是因为我大楚强盛，更是因为大王道德楷模。若大王对秦王做出败礼负义之事，那岂不为全天下人所耻笑？如今是争雄之势，礼位之崩，乐位之坏，众人都不讲礼义诚信，然我大楚一直礼义为先，驱赶秦王夷人口实，是寡人平日所不取的。大王，3个月后，5国使臣将至郢都，此事皆是据闻。秦王就在郢都，自然不会不知晓楚国欲与5国立合纵之盟，而这一联盟将大大不利于秦国。秦王此来，必是期与大王连横，破坏6国合纵啊！这……大王，在合纵盟约定成之前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大王若会见秦王，无论结局如何，都会引起5国使臣的猜测。也许，这也正是秦王想要达到的目的。大王，秦王也是一国之君，诚意而至，大王若不见他，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吧？大王若觉为难，臣有一字可应对秦王。何字？托。托？大王既不说要见秦王，亦不说不见秦王，只言身体不适，事务繁忙。若稍有闲暇，必与秦王杯酒言欢。那要拖到几时？拖一时算一时。若能拖到楚国与5国结盟已定，秦王听闻必将遁走。倘若再厚着脸皮求见大王，其生死荣辱，均已操于大王之手。众卿看呢？这个主意好。大王，臣以为还是不见得好，省得麻烦。大王，臣也认为眼下也只能这样了。善，那寡人就依屈子所言，拖他一拖。大王，楚王推脱身体不适，避而不见。什么身体不适？明明是托辞。那就用不着跟他多费口舌，定是有人给他定下了计谋。世间之物，多不可强取，但可迂回。寡人想，那朝堂之上并非铜墙铁壁，你不妨与你的老友靳尚再多走动些。臣弟已赠予他财物，那靳尚过贪是典型的小人之才，给他好处向来是有一报才还一报。这种人正合寡人之意。靳尚向来自负，善于钻营和游说，气量狭小，睚眦必报。
有着与其才华不相称的勃勃野心。寡人不怕他贪，就怕他不贪。给他一颗大大的鱼饵，让他为寡人钓上楚国最大的鱼。此外，寡人要娶楚国的嫡公主。那俗话讲，强拧的瓜不甜，寡人求的是瓜熟蒂落。上次东市偶遇，可谓天作之合。你不妨去告诉晋上，让他多留意那边的动静。是。好痛啊！金公主，你还好吗？崴脚了，实在是动不得了。黄公子，快帮帮我！哎呀！来，坐这里。你的脚无大碍吧？还是想那么紧，动不得了。哎，殷公主。有蛇！在哪？公主，你好动啊！有蛇就在那儿，有蛇！黄公子呀！姐姐，这哪里是蛇？就是蛇！这是条藤子，你看。不是蛇，这还真有点像蛇。蛇在哪里？在这儿。原来是树藤啊！上次被那毒蛇吓得魂儿都没了，见到这种软塌塌的东西，就以为是蛇呢。没事就好。黄歇见过叔公主。月儿，你看他大惊小怪的，肯定把这书呆子吓得够呛。我哪里害怕？我是来救你们的。哎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啊，我们在这帮月儿呢。月儿告诉我们，这些野菜名叫紫苏，这嫩叶儿或鲜食或做汤，味道都特别鲜美。若还有多余，可以晒干了存起来。你看，这满园子的紫苏长得多茂盛啊！我们想多摘一些，待会儿给膳房送过去。哟，黄公子跑得那么急，我还以为是谁掉进火里水里了。殷姐姐真好笑，我们大伙都在这儿平平安安的，谁能掉进水里火里呀？若不是这样，那黄公子是要赶着讨好哪位公主啊？殷姐姐说这话是何意？月妹妹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。黄公子喜欢的人定是与你无关。前2日你不是还亲口和舒妹妹说，你根本就不喜欢黄公子吗？我喜不喜欢黄公子，与你有何干系？你若对他无意，就应当以实相告，免得黄公子云里雾里的巴望着。月儿，他的话可当真？子歇不信。黄公子，不妨问问别人。舒妹妹可以作证。你用不着费事了。我是说过，又怎么样？月妹妹，等等我！哎呀，你小心！月妹妹，黄公子恕罪，叶儿对人一贯以诚相待，不愿黄公子被他人蒙骗，却浑然不知，所以只得实情相告。多谢殷公主以诚相待，可是我自小只喜欢芈月一人，别人就别枉费心机了。晋上何德何能，让仁兄如此厚爱呀？这些都是小意思，在下前来是想送晋大夫一场大富贵。府上有好酒，你我边喝边谈，请。来，请。晋大夫，请。晋大夫府中处处清雅，低调内敛，
与楚国其他府地的奢华张扬相比，显得清雅不凡。嗨，公子您说笑了。晋上虽然也出自芈姓，但远不如昭景区三族。哦，怎会如此？我在秦国就听说晋大夫是楚国难得的人才，怎么会玉璧蒙尘呢？唉，生不逢时啊！朝堂之上，唯有屈原等人蛊惑大王，大王又格外信任屈原，言听计从。惭愧，惭愧呀！即便如此，在下以为大夫之才如追在囊中，只缺一个机会而已。不知这个机会何时能来？机会就在眼前，但要靠大夫自取。哦，愿闻其详。我秦国一心要与楚国交好，但你们大王因屈子等人劝诱，犹豫不决。如果大夫能成全此事，那今后满朝文武，谁人不对你刮目相看呢？当然了，嫩猪出土要靠春雨相助。听说那南后宠冠后宫，又一向与晋大夫交好，何不让他帮个忙啊？听公子及一席话，茅塞顿开。多谢提点。来，请。请。南后，您的那个同乡晋大夫来了。说是同乡，明明与我家还离着180里地。不过在这宫里也算亲的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是。上官大夫晋上拜见南后。赐座。谢南后。有些日子没见晋大夫了，不知最近在忙于何事？郢都之会，列国即将到来，朝堂上下个个忙得目不交接，微后更是不会让微臣有片刻的闲暇。郢都之会与微后有什么关系？列国争相与我大楚结亲联盟，舒公主是微后的掌上明珠，已到了出嫁的年纪，微后自然让微臣特别的留意。这提亲者中，可有微后中意的人选？舒公主蕙质兰心，冰雪聪明，在诸国公主中声名显赫，慕名而来者如过江之鲫。但在微后眼中，恐怕只有赵国国君赵侯雍一人。不过呢，秦王对舒公主也是情有所钟，想与我大楚联姻，结成秦楚之好。秦王还特意让微臣给南后带来了一份厚礼，还请南后笑纳。秦国那穷乡僻壤之地，能有什么好东西孝敬我呀？呈上来。也不是什么稀奇之物，不过大而已。啊，请南后关上门，拉上帘子。这究竟是何物？竟如此稀奇！这就是在西域名声大噪的夜明珠。大王到！大王，你可算是来了。怎么，爱妃才1日不见寡人，就急不可耐了？大王1日不来，这殿中少了王者的气息，臣妾是坐立不安的。
寡人身上的气息，真有那么好？臣妾只要闻到大王身上的味道，便难以把持。奇女子，大王莫急，臣妾给你看一样稀奇的东西。难道在这世上还有比爱妃你更稀奇的东西？真坏，大王请。这是秦国献上的西域珍宝夜明珠。好东西，果然是个好东西。秦王对大王如此恭敬，大王是否也应该给他一点面子？此事麻烦得很。那个秦王现在想要与我楚国联姻，每日缠着求见，弄得寡人心里很是烦恼。这还不简单吗？楚国公主多的是，随便指派一个给他便是了。眼下我楚国正要与其他5国结盟来对付秦国，这个时候我怎能与秦王联姻呢？更何况这个秦王指定要娶的还是我楚国的嫡公主。唉，这可就难了。嫡公主只有一个，既然5国要和楚国联盟，嫡公主看来只能嫁给他们了。不过秦国也是大国，怎能随意开罪呢？是啊，现在最好就是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那个秦王知难而退。臣妾倒是有一个办法，不知可否？什么办法？果然是个好办法，你不愧是寡人的锦绣智囊。谢大王。寡人要好好的赏赐于你。那大王要怎么赏赐我呀？你说寡人要怎么赏赐于你啊？我不知道。姐姐先来。这2日宫里可热闹了，据说各国君王开始派使臣带着重礼来面见大王，人来人往的，可忙坏宫里人了。他们进宫说的是面见大王，可心里不定打的什么主意呢？你怎么不说话啊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啊？姐姐说呢？我不明白。姐姐是装不明白。他们可都是来向楚国嫡公主求亲的。姐姐还不借机到前面大殿去探探究竟，说不定与哪位君王就真有缘分呢。你一味混说，越说越出格了。妹妹也是为姐姐好，嫁人不比选衣衫，可由着性子更换。若是不投气，这辈子岂不都委屈了？也是，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人人都说秦人虎狼之人，可上次你我在东市见到的那个秦国生意人，却谦谦君子，英武得很。姐姐对那老伯真有意啦？你老是叫人老伯，可舒儿明明看他没那么老。再说，人家救了我们的性命，应该也是一个有仁有义的男人。萍水相逢，这种有仁有义也算难得。不过要配姐姐嘛，总得左手挥笔安天下，右手持剑定乾坤吧。舒公主，舒公主，你这丫头疯什么呢？大王要在大殿给公主招婿呢，而且还听到一个跟舒公主有关的大笑话。跟我有关的笑话？是何笑话？听前面的人说，大王打算召秦王今日午后进宫。召秦王进宫，与我有何干系啊？当然有干系。大王命膳房的眼女，就是那个宫里丑陋出奇的厨娘，扮成嫡公主的模样，在楚宫大殿跟秦王相亲呢。真的？婢子倒想编排，
可是也编排不出这等故事啊！亏得大王想得出来。不知那秦王会如何去应付那丑厨娘？弄不好会闹出些鱼目混珠的事来。那秦王怎么会娶个丑女当王后啊？这难讲，她可是当今楚国的嫡公主呢。都说楚月来自楚山楚水，果然天籁之音。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难怪楚女娇美多情。妹妹，那个秦王怎么那么面熟啊？哪里是面熟？他明明就是那个搭救你我的秦国生意人。为了楚秦联姻，秦王千里迢迢来我郢都，足以表明诚意。只是这婚姻全凭缘分，不知舍妹与秦王是否有缘呢？久闻楚国嫡公主兰心蕙质，花容月貌，嬴驷倾慕已久。今日舍妹恰巧在宫中，秦王若不嫌弃，寡人把她唤来一见可好？嬴驷三生有幸，愿一睹嫡公主风采。请淑公主来。是。楚王，请。秦王，请。他说他是来相亲的，原来是来相你的。哎，姐姐，你看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呀！肥面宽鼻，粗手粗脚，头大如斗。你看，他胖的都没下巴了。姐姐，这可是你呀！讨厌！楚国嫡公主芈姝拜见大王。秦王。今日嬴驷大开眼界，令妹果然天赋迥异，四德绝佳。啊，秦王口中的四德，可是周礼所言的妇德、妇言、妇容、妇功。舍妹淑儿自幼在宫中悉心教养，四德自然是不会差的。此四德非彼四德也。令妹是饱德、饿德、热德、冷德。秦王此话怎讲？令妹体魄健壮，耐得饥饱寒暑，粗音大嗓，说明内气充沛。再看双手，寻常宫中女子都是纤纤素手、青葱玉腕，令妹之手却粗壮、红润、有力。这气味，这浑身气味是油烟柴薪之清香。齐公主该是精于煎熬繁制之烹饪高手。都说当年齐桓公的庖厨易牙，厨艺无双，只怕他若在世，也羞于与令妹比肩。秦王真是说笑了，淑儿先下去吧。是。秦王目光犀利，识人有术，寡人佩服。
本王与楚王之嫡妹果然有缘，望楚王能成人之美。亲王，你当真要娶那个她吗？既然她就是楚王的嫡妹芈姝，本王别无他求。这大殿之上，君子一言可不能反悔啊！那是自然。本王要娶的就是楚国嫡公主芈姝。来，楚王，来，秦王，请。原来那老伯就是秦王。那秦王修剪了胡须，竟然一表人才，气宇轩昂。只是他怎会如此糊涂，竟不分美丑，被王兄戏弄？姐姐这样痛心疾首，我看出来了，你是真的中意那秦王了。秦王有何不好？秦王自然是好，可他在大殿对大王信誓旦旦，要娶的楚国嫡公主，可是那个浑身柴薪清香、善于烹调的胖芈姝呢？那他是中了王兄的圈套，说不定他就是看中楚国嫡公主，厨艺了得呢。你平日里姐姐妹妹的叫得那么亲热，如今我是热锅之乙，你却在一旁看热闹。好了，姐姐莫急，你说你要我如何帮你才好？得有人出宫，告诉秦王实情。这有何难的？此事交给我了。子歇，哎，子歇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不去哪儿。既然你不去哪儿，正好给我帮个忙。你那样厌烦我，为何还要来找我？你这个呆子！我找你，就是因为我有了麻烦，要找你帮忙。听不明白。你是君子，假如不是因为与我赌气，你怎会不明白？我黄歇前生前世就是欠你的。说吧，又有何麻烦了？不是我有了麻烦，是舒姐姐有了麻烦。你得带我出宫一趟，去见一个人。那我得考虑考虑。谢过黄公子，走吧。这策论十分要紧，劳烦你带我去面见大王。大王忙碌天下之事，哪有功夫看你的东西？这策论就是天下之事。走，不可以貌取人，要么代为转交，不可对读书人无礼。你们快就快在不读。走。张子，你的伤还未好，怎么就跑到这儿来了？张毅一肚子历史谋略，无奈世人有眼无珠啊！哼，张子若有文章策论，子歇愿为转之。张子，这是黄公子黄歇，太子陪读。这是张子，曾为令尹朝阳的门客。哎不，朝阳不提也罢。朝阳待我如贱奴，我视朝阳已如仇敌，都过去了。可叹这身衣裳逼得张仪走投无路。魁姑正在为张子做一件新衣，你何不耐心多等2日？等？我张仪年庚已过40，一事无成，度日如年。黄公子，那就拜托了。我和月儿正好要去见秦王，若是张子不嫌，可一同前往。对啊，你的锦绣文章也可以让秦王看看。不可，行医看病讲究对症下药，在下的文章是专门写给楚王的，都对秦王没有用。
不管怎么说，一同去吧。王兄，咸阳送来大良造公孙衍的急信。出什么事了？年初，义渠国那边旧王病故，立了新王翟离。义渠国的王叔对此耿耿于怀，为此准备带着重礼到咸阳拜见寡人。义渠国年年搅扰我大秦边境，是寡人的心中大患。公孙衍提议借义渠内讧之机，灭掉他们的气焰。看来寡人不得不马上离开郢都，回咸阳一趟。但这秦楚联姻之事，楚王已经答应将嫡公主芈姝许配给寡人，寡人正好回咸阳，在六国结盟之前，准备一份厚厚的聘礼送到郢都来，看那楚王如何收场。王兄，那贾芈姝实在是丑得吓人呐！放心，只要那楚王有胆量嫁，寡人就有胆量娶。大王，外面有人来访，说与楚国公主有关。我去看看。小丫头，怎么找老伯找到这里来了？恕芈月眼拙，竟不知那日的救命恩人就是秦国大王。不必多礼，贵人们无恙便好。老伯修过胡子，以真面目示人，果真一点都不显老。啊，这是皇公子黄歇，这是张子张仪。大王，大王，屈子高徒，太子伴读，本王久仰大名。大王客气，虽是初见大王，但秦王之名天下皆知，一代雄杰，黄歇佩服。秦国自商君变法以来，国势日彰，诚邀天下士子入我咸阳，共谋天下。那屈子名动九州，寡人正思量，若诚邀屈子，不知他是否肯屈尊入秦。楚国乃屈子之父母之邦，恐怕师父不忍背弃。不错，如今楚国势强，屈子身为左徒，深受楚王信任，力图在楚国变法，前途无量，何必千里迢迢远去秦国？然世事盛极必衰，如今楚国朝堂之上，极恨屈子的大有人在，拥护变法者甚寡。更何况楚王为人优柔寡断，只怕一日翻脸，屈子便朝不保夕。身为旷世之才，屈子难道甘心在庸君手下做一个庸臣？男儿生于天地之间，自当纵横天下。若是一举能动诸侯，一言能平天下，岂不快哉？秦王对我楚国宫中之事仅知一二，就此推论，恐怕有所偏失。寡人知道，秦国能给屈子的，楚国也都能给屈子。但寡人今日会给屈子2个字，是楚国一世都给不了的。敢问是哪2个字？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那2个字是痛快。楚国绝对不能给屈子痛快。哼，小丫头，你说寡人的话对还是不对？对，也不对。怎么讲？说给别人或许是对，但说给屈子，那便是不对。玉儿说的对，大王让黄歇转告屈子2个字，只怕屈子亦要还大王一字。何字？忠。子不忠父，
乃为逆子，臣不忠君，终为二臣。好，寡人明白了。人各有志，不能强求。请黄公子转告屈子，若他日在楚国有什么委屈，无论何时，秦国的大门永远为屈子敞开。如此，多谢。小丫头，小丫头来找寡人，只怕还有别的事吧？玉儿受人之托来告知秦王，那日入宫相亲，所见嫡公主芈姝，并非真芈姝。何人托你来传话的？秦王该是心里有数。那他为何不亲自前来告知？身份尊贵，岂能随意与陌生男子相会？上次寡人受人恩惠，一直想将他物归原主，但不得时机。不知小丫头可否帮忙？秦王放心，我定会让这块方巾物归旧主。好，无事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哎，张子，张子，不与我们一同走吗？我可以走，但只怕我这一走，有人会错过一个人才，错失一次良机，那事情可就大了。所以，你们先啊。啊，那我们先告辞了。唉，张子为何事而愁？为何事而愁？眼看着一桩好事就要付之东流，我当然发愁了。张子此话何意？秦王雄才大略，眼下楚国打算和吴国结盟，秦国又想和楚国连横，这嫡公主芈姝的婚事，于是就成了吴国与秦王之间的赌注。但是我只怕秦楚联姻之事难遂秦王之心愿呐。你看，屈子虽为贤臣，但明珠暗投，楚王好色，晋上奸佞，昭阳刚愎自用，再加上后宫威后弄权，郑袖贪婪，这连横之事只怕凶多吉少啊。张子此言众所周知。是，这些众所周知，但大家并不知道，那嫡公主倾心的是秦王。只要秦楚能够联姻，秦王能娶了嫡公主芈姝，这五国结盟不攻自破。张子此话，寡人早已明白。秦王心中虽明白，但也束手无策吧。要不然来了楚国这么久，为何拖着迟迟不见你？拖在这客栈，又为何给你弄了个假公主啊？这一切都说明其中有蹊跷。但是秦王你人生地不熟，没有一个人替你疏通阻塞、铺路搭桥，对不对？此话倒是不假。我愿意做这个人，我张仪愿意促成秦楚联姻，促成大王抱得美人归。可是张子凭什么夸下这海口呢？凭什么？就凭我这3寸不烂之舌。寡人看得出张子手头拮据，给你20斤，去自谋生路吧。
秦王是把在下当成沿街讨饭的叫花子了，还是四处招摇撞骗的小人了？啊，20斤，200斤，2000斤又如何？我张仪服的是贤君明主，图的是江山社稷，再多的钱财在我张仪眼中都视如粪土。唉，可惜啊，这点不是人人都能懂的。告辞了。等等，既然张子志向高远，那好，寡人就与你2月为期，看看张子的本事。2月就2月，2月之后，我让你看看张仪是如何让5国郢都会盟之事化为泡影。好。哎，寡人给你10斤，去买身衣服。事成之后，有意思。那秦王气度纵横开河，气贯长虹，若能与他做天下之争，也算是平生一快。那张子自叹怀才不遇，可为何见了秦王，却根本不提这策论之事？张子不是说了吗？这策论是专为楚王而写，与秦王无用。把包袱拿来。干什么？我要看看张子的策论中究竟写了些什么。不妥，此举非君子所为。你是君子，我不是。拿来。玉儿当然也是君子了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。给我。何事让你如此高兴？玉女论：君子于玉比德焉，帝王于玉女比美人焉。天下美女风情各异，有眉如翠羽，肌如白雪者，有腰如束素，齿如含贝者。这个张子简直不堪。有何不堪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嘛。给我吧。哎，你真要把这东西转交给楚王？当然了，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嘛。这种奇谈怪论，不知楚王看了会说些什么？